你好，我有预订机票。护照给我。啊，等等，您是外国护照。等等，我还没找到。请您去自助机值机。什么？不是这里啊？下一位。那自助机在哪里？那边。哪一边？左边。左边是。电，我一句完整的话都还没说完。你刚刚那一刻已经结束对话了，在机场没说完不是问题，可是我还站在柜台前啊。但你已经被分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善。大家好，我是 Mo。你现在不是在沟通，你是在移动中处理信息。等一下，那我现在去自助机就可以了吗？可以，但你要先找到哪一台，因为你看到的不止一台。对，我看到3台，上面写直机、托运、改签，我应该选哪个？呵操，这里开始第二次误判。你以为看懂字已操作，难道不是吗？在机场不是。机场的文字不是给你理解的，是给你确认你已经在流程里。那我选直机。可以，但你现在已经进入系统了。下一步会问你证件号码。证件号码是护照吗？还是身份证？这就是你开始卡住的地方，因为你在翻译语言，但系统在识别字段。我开始有点乱了。不要停，在机场停下来思考会比错更慢。可是我刚刚按错了，怎么办？不会爆炸，你只会被重新导回上一层。上一层？对，就像你刚刚还在柜台，现在已经在机器。下一步你可能会回去，或者继续往安检。但为什么我感觉每一步都没有人等我？因为机场不设计等待理解，它设计的是持续流动。那如果我慢一点，是不是就会错过？对，但更严重的是，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。很好，这就进入第3层了。安检口就在前面，你马上会听到更密集的指令。安检应该还好吧？我有学过把电脑拿出来、脱外套这些。对，但现实版本会更快。请把电脑拿出来，外套脱掉，现在吗？液体放这里。等一下，我还没。麻烦先生快点，后面很多人等着呢。为什么没有一句完整的话？因为这里不是交流，是操作指令系统。我感觉我像机器人一样被指挥。你刚刚说对了一半，在机场，你确实是流程节点。哦，但真正的问题还没来。你以为安检是最难的，不是吗？不是。因为下一秒你会听到一句你最容易误解的话。请注意，登机口变更为36号。36？我刚刚不是32吗？对，这里开始第4次重置。你记住的数字不再有效。那我刚刚走过来的是错的吗？不是错，是更新前版本。那我现在要不要去36？你可以，但问题是，你确定现在这个信息是最新的吗？那我要怎么确认？看屏幕，不听人。我一直在听广播。网播是过程，屏幕是结果。啊，但现在真正的压力来了，因为你走到登机口时，你会听到最后一句话。什么？
请立即登机。等一下，我刚坐下来。对，机场最后的规则是，他不会等你准备好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？这就要看一件事了。什么？你现在站着的这个门是不是36号？啊，你以为机场是先理解再行动，但机场其实是先行动，理解跟着补上。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？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混乱，因为你在等一句完整说明，但机场只给你下一步。那如果我现在重新来一次，会不会好一点？会，但前提是你换一种听法。什么听法？不要听完整句子，只抓3样东西：方向、动作、限制。比如刚刚那些。对，我们复盘一下。柜台，护照已过，动作触发。去自助机已过，方向转移。拿电脑 key 操作动作。36号登机口以及位置更新。原来我一直在听情绪，但其实全部都是指令。对，机场中文的本质不是交流，是压缩指令系统。那如果我再遇到听不懂的呢？记住一个生存规则：不确定就跟人流走，因为机场设计不会让大多数人走错太远。可是我还是会怕问错。很正常，但你要接受一个现实，在机场问错不是最大问题，停住才是。你刚刚已经走完整个流程了，从柜台到分流，到自助机，到安检，到登机口，你只是一直在理解延迟。原来我不是不行，是太慢理解了。对，那如果下次再来，我应该怎么准备？不要准备句子，准备关键词反应，比如护照，接下来是拿出来；排队，接下来是跟上；托运，接下来是放行李；登机口，接下来是看屏幕。听起来好像不是学语言，是在训练反应。对，机场中文更像反射系统。我好像懂了，但又有点不甘心。因为你一直想完全听懂，但现实是没人完全听懂机场，大家只是足够快的行动。啊，但真正有趣的是，下一次你会发现，你开始听得懂一些碎片了，然后你会以为自己进步了，但其实机场会换一种方式，再让你混乱一次。等一下，还有下一种方式。对，比如市场。市场那里不是指令压缩，而是讨价还价语言系统。你以为你刚刚过关了机场，但真正的语言压力游戏现在才开始。我可以先休息一下吗？可以，但记得下一集你会发现，在市场里没有下一位，只有你说不说得出来。好了，我要再加倍努力才行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其实已经通过了机场生存测试的一半。如果你有过类似听得懂但跟不上的崩溃时刻，欢迎留言。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一站，我们去市场。